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你为什么回来？皇上，快说，为什么偷偷闯到宫里？谁派你来的？是何居心？奴婢不敢，奴婢是这里的宫女。皇上安排是想让他欺骗我们，让我们误以为是他谋害了皇上，好引我们来争夺皇位。既然只是一个傀儡，皇上看到他何以如此震怒？或许他还真的不是一般人。是，不然皇上为何如此震怒啊？爹，城外10里之处发现废骑大将军率领10万兵马，动向不明。原来你调动吐蕃突厥10万大军，是来对付我们的。我们进宫已有1个时辰，按理说，他们早就应该发兵围剿，可为什么到现在，他们还是按兵不动的？你为什么不去应天门？难道你忘了朕说过的话吗？奴婢是想逃出去，但是但是什么？奴婢看到有兵马来到迎仙宫，奴婢担心皇上有事，所以奴婢……你担心朕？啊？天意呀，天意！朕让你从应天门逃走，因为朕早已命人在那儿监视着，一见你出城，即是时机成熟，马上通知城外兵马挥军灭贼。谁料你竟担心朕，而又跑回来，你这是令朕功亏一篑呀！原来这个丫头就是发兵的暗号。如今暗号发不出去，10万兵马只能按兵不动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皇上，你的10万兵马已经形同虚设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可以跟我们较劲的？媳妇劝你，认命吧，你的皇朝结束了。那朕要知道，谁的皇朝要开始了呢？太子的皇朝要开始了。皇上，我劝你还是收手退位吧。慢着，皇嫂，皇上退位也未必就是七皇兄继位吧？今日天下已姓武，继位的皇帝他也得姓武。皇上不是已经赐太子姓武了吗？既然如此，太子继位那是顺理成章，有何异议啊？皇上的儿子又不是七皇兄一个，8皇兄不是也曾经当过皇帝吗？七皇兄啊，继位仪式兹事体大，不如大家从长计议吧。或者我们再商量商量。有什么好商量的？现在，张锦之、崔玄伟、桓延范、敬辉4位大人都已经站在我们这边了。太子继位势在必行。哼！玄武门外，你我兵马相当，
势在必行的也不止你一个。如今天下逆转，皇上以女儿身登上大宝，继承大业，未必也要是男人吧？哼，妹妹，我还以为你是替八王爷说话呢，原来是自己想当皇帝呀。看看你们，龙位还没有坐上呢，就开始狗咬狗了。你们如此互不相让，朕倒想知道，你们凭什么掌管天下？天下谁属，已经跟你没有关系，退不退位，由不得你。是吗？想要夺位，除了要让朕退位之外，难道不要传过玉玺吗？难道你已经把玉玺藏起来了？哼，没有玉玺，就是登上皇位，那也是名不正言不顺。何况朕的10万兵马还在城外，没有朕的号令是不会退兵的。怎么？你们争来争去，以为可以坐上这个皇位多少日子啊？太子继位，人心所向，大势所趋。如果你们要争，那就会失去人心，自取灭亡。人心所向，大势所趋。哼，我们几个凭什么坐在这里啊？大家心里都很清楚，任何改朝换代，靠的是实力。哼，别冲动，有话好说嘛。坦白说，我们怎么会在这里？还不是想当皇帝。莫忘记，如今兵临城下，玉玺又不知所踪。如果我们还要自相残杀，恐怕未当皇帝变成鬼了。我觉得皇姑所言确实很有道理。如今谁当上皇帝，都要面对皇上在城外那10万兵马，我们哪一个可以应付？不如我们再跟皇上好好商量商量。其实未必一定要让皇上退位。现在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就算再怎么商量，也是无济于事。既然皇上设计坑我们，看来他根本就不想传位给我们任何一个人。母皇年事已高，总要找人继承大统。不想传给我们，难道真的想传给那2个张氏兄弟？我败给谁都认了，唯独那2个不男不女的妖人绝对不行。如果那样，我定会杀了他们。可他们2个是皇上的男宠，如果杀了他们，这样会让事情弄得更僵。不如收买他们，让他们去说服皇上。你这是与虎谋皮！事到如今，成王败寇，我们没有什么退路。如果你们大家愿意助太子成就大业，那到时候封王拜相肯定要比目前显贵得多。我不敢食言。反之，要是你们敢和我们作对，那我也敢保证，到时候即便是尸横遍野，我姓韦的就算流尽最后一滴血，也要踏着你们的尸体助太子登上帝位。你
知道朕正在设计对付想要夺位的人，难道你以为朕不会早有防备？朕倒要问问你，你到底担心什么？你为什么又跑回来？奴婢也不知道，奴婢只是觉得皇上很可怜，所以担心皇上有事。朕可怜？很多人都说朕残暴、冷血淫乱，可从来没人说过朕可怜。究竟朕何以可怜呢？要杀皇上的都是皇上的至亲，骨肉相残，这不可怜吗？虎毒不食子，可皇上却要先下手为强，难道不可怜吗？皇上不相信没人害你，所以故意给大家机会，结果他们真的来了。皇上也真的对了，所以奴婢觉得皇上更加可怜。朕曾经陷害过你，想杀你，可反过来你倒可怜朕。你说过你有妹妹要照顾，所以你绝不能死。你却担心朕比你自己和妹妹还要多。奴婢的妹妹现在有人照顾着，而且奴婢也不打算为皇上而死。奴婢只是想来看看皇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吗？人算不如天算，朕诈作杀你，又要买你的命，全都是要你痛恨朕。到朕放你的时候，你会毫不犹豫地走，你会不知不觉当朕的传信鸽。其实皇上大可以去派心腹办这件事情，不是更妥吗？朕没有心腹，有的只是可以利用的人，事关重大。朕的子女侄媳怎么会不严密监视朕身边的人？利用一个无关痛痒的人，本来最是妥当。你却这么简单的跑回来，让朕败得无话可说。皇上，他们真的会置亲情于不顾，为难你吗？朕没想到，最后败在了你的单纯，败给了你的善良。龙基，你要记住爹说的话。知道，爹。皇妹，那我说两句。皇兄请讲。皇嫂，我们现在4路人马，总共不过3、4万。就算我们拼尽全力，又如何敌得过10万雄师？要拼死周旋。要是我们败了，你们就把责任推到我姓韦的身上。好气派！假如你真的能够运筹帷幄，那我武三思也乐得成人之美。皇兄，如果你继位之后，
恢复大唐国号，还礼堂社稷。皇帝定当匡复太子，一战定江山。多谢皇帝。此事凡我礼堂子孙人人有责，皇帝请放心。若皇兄登上大统，一定不会忘记皇帝之元首。难得两位皇兄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小妹又岂有置身事外之理？你们高兴得太早了吧？都想过没有，如何对付那城外的10万兵马？如何找到玉玺？你们是否已经想好了应对的计策？啊？启禀太子太子妃，内侍有人上官婉儿求见。请皇上速速退位。看来，终究还是你赢了。令月虽有朕的风范，可是不及你狠。三思狠，却没你聪明。龙姬，你很聪明。但毕竟重情，最终只有你才是朕活脱脱的写照。承蒙皇上赞许，媳妇一定会辅助太子好好治理天下。既然你跟朕一样，太子还能驾驭你吗？终有一天，你会按捺不住，踏上篡位之路。你以为朕会让武士天下变成韦氏江山？太子妃是全心匡扶我，成就大业，皇上勿要挑拨离间。果真夫妻情重，到你死在他手里的时候，你便知道他的眼泪可是要你的命。我一定会要人的命，可不是太子的命。你刘郎，你们一去，叫朕如何活下去？朕已经垂垂老矣，这些年来，有他们为朕排遣顾忌，你们用不着杀他们。如今你们让朕难过，朕便要让你们活得更加难过。皇上，你误会了。其实让你难过的不是我们，是他。婉儿叩见皇上。是你出卖朕，
请皇上恕罪，婉儿也是情非得已。在宫中，要生存到最后，便要依傍最大的靠山，这也是皇上教婉儿的。婉儿知道，皇上始终对婉儿跟六郎的事耿耿于怀，更何况皇上年事已高，如果婉儿不另谋出路的话，婉儿恐怕很难生存下去。王任对你如此信任，对你委以重任，你竟然投靠他们，而如此出卖朕。你已经看过锦盒内的东西了吧？你把它给了太子妃。委以重任是真，可相信婉儿却未必是真。皇上将婉儿跟张氏二人送到城外去，难道不就是为了监视婉儿吗？这两个小人早有谋反之心，此举无疑是送羊入虎口。婉儿也是为了自保，献宝卖主，情非得已啊。连那两个跳梁小丑也敢造反，朕早知道你们所有的人都会害朕，朕想不到竟然连你们这些微不足道的蝼蚁都想造反，这才是天下最大的笑话！最大的笑话！自秦以来，传国玉玺，乃国之重器，得之受命于天下，失之气数已尽。如今这玉玺在我手里，你那10万兵马，岂敢轻举妄动？谁敢阻我太子登位？死老太婆，你气数已尽。那又如何？没有朕的旨意，他们是不会轻易退兵的。你们高兴得太早了。那么好，你们两个上来呀！当一队坐困愁城的帝后，当一队坐困愁城的帝后吧！皇上昭告天下，传位太子刻日于通天宫登位。上次所有的兵马进城，我们还没有出宫，就被兵马挡回来了。我早就知道会有一场大变，果然真的天变了。这次，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头要落地了。哎呀，多少人要遭殃啊！这个怎么办？对呀，这一次我出人头地的机会来了。顺应天时，受兹明命，朕承皇天之眷命，赖烈圣之洪修，奉上皇圣神皇帝之诏，于正月25旨告天地宗庙社稷及皇帝位，深思付托之重，实切敬业之怀，望室内之臣不懈于内，忠志之士忘身于外，大赦天下，与民更始，钦此。神龙元年正月25日，太子李显即帝位，册封韦氏为皇后，封相王李旦为太尉，太平公主加号镇国。
梁王武3司禁卫司空，访宫女3000，另免金岁税赋。正月26日，上皇帝武曌移居上阳宫。2月7日，新帝李显率百官拜谒上皇帝，赏尊号则天大圣皇帝。2月初4，新帝复国号为唐。出冬没多久，天气一下变那么冷。此刻这里犹如冷宫，门前冷清，冷暖人情。如果你还学不会冷心冷面，你迟早会冻死在宫中。如今只有奴婢陪在太上皇身边，你就放过奴婢吧。就算你再怎么责怪奴婢，日子也不会好过一点。可是也不会更难受啊！嘿呀，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呀！想当初谁不对老夫前呼后拥，今天却呼呼喝喝，真是人情冷暖呐！说的是呀。奴才叩见太上皇。你们两个这般大呼小叫的，所谓何事？回太上皇，刚才刑部，皇上已经下令恢复大唐旧制，天地春夏秋冬6宫，恢复吏礼户兵刑宫6部，神都也改为东都称号，就连皇上他也不姓武，他改姓李了。刚才刑部通知奴才，2位张大人的府邸已查收完毕，应太上皇所求，将他们的遗物带回给太上皇。可是那些看门的小太监是百般刁难，又是盘问，又是查实，是奴才据理力争，才得以放行啊！狐假虎威！皇上，请过目。奴婢来帮你。5郎6郎的东西，朕不要别人碰。郡王爷，免礼。你我曾经共患难，纵非知己也是良朋，你大可以叫我3公子。你孤身一人随皇祖母移居上阳宫，实在是辛苦了。多谢3公子关心。虽然如今就只有奴婢一个人伺候太上皇，不过奴婢觉得跟太上皇相处反而容易多了。奇怪，现在皇祖母大权旁落，被皇上软禁于此，照理应心情欠佳，为什么反而容易相处了？
从前太上皇生杀予夺，喜怒无常。虽然现在说话一样尖酸刻薄，但不知怎的，总觉得风趣的多了，跟他说话也轻松的多了。皇祖母一直背负天子大权，不但被压得喘不过气来，连人性也几乎泯灭了。如今失去大权，反而让他得到了解脱，终于恢复了人性。如此说来，那太上皇是因祸得福了。孟凡，可否留心皇祖母的举动？若有什么情况，马上通知本王。太上皇曾经说过，三公子最重亲情。可是如今，太上皇只不过是一个年老多病的老人家，三公子何苦要如此对待他？本王这样做，也是为了皇祖母她老人家好。这大半年来，10万兵马依然屯兵城外，皇祖母始终不肯下令退兵。皇上、皇后深感害怕，秘密调度各地兵马。皇祖母又怎么会想不到呢？所以兵戎相见，早晚之事。如此说来，那百姓岂非又要活在兵荒马乱之中？如果事情真到了那个地步，以皇后的品性，宁愿玉石俱焚，也绝不会让皇祖母得逞。如此一来，皇祖母难免危机四伏。所以我才需要你来帮我这个忙。三公子未免干戈大气，为保太上皇性命，奴婢实在佩服。不过，奴婢不能出卖太上皇。这怎么能算是出卖呢？太上皇最痛恨人家出卖他。上官大人的事情已经很让他心痛，他现在有病在身，就连服用丹药的事也是由奴婢一个人负责。可见太上皇只信任奴婢一个人，所以我绝对不能做出同样的事情。更何况奴婢相信太上皇也不想看见兵戎相见的。早年他废了李氏皇帝，然后自封为帝，之后把起兵反对他的人全部杀绝，今天也会是一样的。不一样的，我不懂该怎么说。总之，我就相信他不会。纵使你没有看错皇祖母，可是皇上、武三思，就算是本王和我爹，为了争夺天下，都会不惜一切的。如果你真的要站在皇祖母那一边，那就千万要小心了。多谢三公子关心，奴婢定当谨慎小心。新帝登基，放了3000多宫女出宫，可是就是没有我们的份儿。你不是自愿进宫的吗？怎么又想出宫了呀？当初入宫只因家贫，只为混个3餐温饱。可如今看到越秀姑姑无辜枉死，小凡姐又陪着太上皇被困上阳宫，想到这一切，我真的好怕呀。小福姐，你说小凡姐还没有机会离开上阳宫回到这里吗？谁知道啊！但是我已经叫小马去打听了，到现在还没有消息。不过听说皇后最恨太上皇了，如今皇后得势，万一要对付太上皇的话，说不定小凡姐会被拿去陪葬，永远都出不了上阳宫呢。哎，这也未必。听说小凡姐跟太上皇相处的不错，到时候如果太上皇再次得势的话，那小凡姐就可以飞上枝头了。我们还得巴结她呢啊！哎呦，我们这些宫女啊，半点由不得自己，只能任人鱼肉啊！我才不要任人鱼肉呢！我要做主，我要当家，我要找最大的靠山，我才不要让别人欺负我们姐妹。对。你们都在呢。哦，周公公。参见周公公。免了，皇后懿旨，让你进宫觐见。皇后娘娘要见我。娘娘。奴婢叩见娘娘。你会梳头吗？奴婢会。奴婢的手艺是上服局的赵上服亲自传授的。赵上服，从前那个死老婆子一直找他梳头，
来吧。是。奴才告退。娘娘的头发秀发如丝，怎么梳都好看。你很会说话呀，也很会把握时机，不像你姐姐那样。娘娘认识姐姐？认识。那个死老太婆子不是很喜欢她吗？要是那死老太婆子还在位的话，你姐姐一定会取代上官婉儿，成为她身边的第一红人。不过呀，要是等那死老太婆子死了，你姐姐也一定会跟着她一起下葬的。姐姐一向鲁莽行事，如果有冒犯娘娘的地方，请娘娘恕罪。我叫你来就是要给她一条生路啊！皇后娘娘驾到！媳妇叩见太上皇。奴婢叩见太上皇。奴婢叩见皇后娘娘。听闻太上皇凤体为和，媳妇特来拜见问候。哎呀，这蜀往东来的，身体不好要及时进补啊。我这儿有一锅狗肉，正合时宜，太上皇趁热吃了吧。狗肉，你凡事当真，出人意表。啊，哎呀，是因为这条狗太不听话了，我把它关起来，狠狠地打了一顿。可没想到它太老了，经不起打，被打死了。哎呀，谁让它不识时务，到现在居然是尸骨无存。关门打狗只有死路一条，不过朕劝你要一击必杀，否则赶狗入穷巷，迟早被这条狗反咬一口。孟凡，本宫不吃狼心狗肺，喂狗吧。奴婢遵命。孟夫，你也退下吧。奴婢告退。如今已无旁人，你有什么话，尽管讲吧。皇上已从各地调来20万大军勤王，为了避免兵戎相见，我劝太上皇速速下旨，退兵吧。20万大军，有多少是三司的兵马？还是太平公主和八皇儿的？就算你赢了，你那江山，可又剩下多少？朕劝你还是偏安一隅，做你的皇后吧。得了吧你！朕当皇帝的人才称自己为朕，你现在又不是皇帝了，别朕的，朕个没完没了。哼，叫什么没关系，这片江山就是让我拱手让出去，我也要交给姓武的或姓李的，但绝不会交给姓韦的。是吗？你愿意交给姓李的、姓武的？我看你谁都不愿意给。我那一对儿女，重润、先惠，他们不姓李吗？可你又待他们怎么样？他们不是也惨死在你的手中吗？可怜我那2个孩子，
连20都不到，贤惠还怀有身孕。你听信那2个妖人的几句妖言，就把他们给活活的毒死。你到底杀了多少姓李的呀？啊，你自己都数不清了吧？无论镇杀再多的人，也都是为保举江山。你想不劳而获，痴心妄想。好啊，那本宫就跟你耗下去，好好看。啊！哎呀，你看，你现在都是82岁的老妇啦，老妇！本宫呢，比你年轻30多岁，我倒要跟你好好看，到底谁长命百岁，到底谁笑到最后。你想跟朕比长命，朕乃万岁，你可别后悔。万岁！我看你没了地位，没了那2个妖人，你还能活几天？妹妹可好？原来你去服侍了皇后娘娘，那你以后一定要谨言慎行，万事小心呢。我才不像姐姐那么爱闯祸呢。姐姐，对不起，那天跟你约了要相见，可是皇后娘娘急着召见，所以让姐姐空等。你不会怪小福吧？姐姐怎么会怪你呢？姐姐只要知道小福每天过得开开心心，吃好穿暖，无病无灾，就算不能天天相见，姐姐也就满足了。姐姐这么疼妹妹，妹妹当然也要这么疼姐姐啊！别卖口乖，你要听话。你要知道，这宫里头是最危险的地方，就算姐姐多想保护你，也力不从心，我们也只能任人鱼肉。所以你要记住，不论什么都比不上保命重要。我知道，我一定不会任人鱼肉的，我一定要保住性命，在宫里活到最后，笑到最后。姐姐，如今太上皇已经失势，不如你跟我一起投靠皇后娘娘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呀。是皇后娘娘让你来跟我说的。是，她要你打听太上皇的一举一动，如有异动，及时禀报。不行，我不能背叛太上皇。为什么？现在全天下的人都觉得你们是一伙的，他们一直都是水火不容。他日如果太上皇归西的话，皇后娘娘一定会对你不利。姐姐，你要未雨绸缪啊！太上皇已经众叛亲离，如果我再这么做，他太可怜了。在这宫里，实在有太多可怜的人，帝王、皇亲、宫女、太监，莫不在争斗之中。姐姐不想卷入其中，更加不想让你深受其害。你跟皇后娘娘还是疏远些好。姐姐，你太天真了。现在宫中最大的势力就是皇上，还有皇后娘娘，非有即敌。皇后娘娘说过，他日如果太上皇归西的话，她要你一起殉葬。这是最后的机会。你
姐妹重聚，不应该很开心吗？太上皇，你怎么知道？刚才那个小宫女一进来，你的目光便再没有离开过她。你不是对我说过吗？这宫中你还有个妹妹，不问便知了。她叫你投效皇后了？太上皇，这个你也知道？刚才皇后拿来一锅狗肉，岂会只是为嘲讽朕的？她是故意制造机会让你们姐妹俩独处。当然，皇后是另有目的的。这是什么？都瞒不过太上皇的眼睛。朕14岁入宫，快要70年了，看尽了人间百态，谁骗得了我呢？不过只有那一次，那就是你，竟然让朕大出意外。骗你的，骗不了你；不骗你的，却骗了你。那是奴婢的问题，还是太上皇您心思的问题啊？你是讽刺朕心地不好吗？奴婢不敢。那皇后拿什么要挟你归顺她？皇后娘娘要奴婢陪太上皇殉葬。她就只有这点伎俩，真是难成气候。其实太上皇，您这么英明，曾经什么都拥有过，为什么不退下来，好好独享余生呢？要来劝朕吗？你是怕皇后对朕不利呢，还是真怕要为朕陪葬？朕是长生不老的，所以你也死不了。那奴婢真的是要祝太上皇您万岁万岁万万岁了。哼，信不信由你了。以前太上皇还精神百倍，可如今太上皇睡得都没之前多了。就算不为自己的身体想想，也该为奴婢们想想吧。身陷困境，你还如此放轻松，真不简单呢。奴婢的心情重得像石头一样，差点一沉不起，怎么会轻松呢？死不了的。当日朕当众夸赞皇后跟朕相似，但是令月三思一定甚为不服。就算响儿已经登位，他们两个早晚会图谋不轨。你想想，在这种形势下，皇后的凤座是不是可以长稳安坐而毫无隐患呢？原来早在当日，你就有意挑拨离间。可是他们始终是你的至亲啊，你怎么下得了手呢？自古多少帝皇是死在至亲之下，要成大业，便要六亲不认。难怪太上皇当日会赐死皇帝的一对孩儿。听闻太上皇还把自己的亲生女儿也给杀掉。你，奴婢失言，奴婢知罪。走，快走，别烦朕。奴婢告退。奴婢参见娘娘。免了。孟夫啊，那件事情你姐姐答应了吗？答应了，当然答应了。有谁是不怕死的呢？嗯，好啊。
声了？没有啊。有，这真的听到了，哪儿的哭声了？很惨，真的有哭声，真的有。或者是都快去呀！快去呀！快去！太上皇，没有啊。不是又在呜呼一阵吧？别闹了，没有人会相信你的。我的药呢？快拿来！我的药，放在这儿。我的药。太上皇，少吃点儿。怎么样？什么？你竟然欺骗皇后娘娘！我也不想这样啊，但是姐姐的不肯，皇后娘娘又一直追问，我总不能告诉她真相，她会杀了姐姐的。可是那也不是办法呀。皇后娘娘要孟凡去监视太上皇，可是太上皇真有什么动静的话，你也不知道啊。到时候你们姐妹俩可是要杀头的。那怎么办啊？小马，你帮我去劝劝姐姐好不好？帮帮我。不行，你姐姐最疼的就是你。你都不行，何况是我呢？完了，完了！孟福，孟福，我再帮你想想办法就是了嘛。软禁太上皇的地方，要是被误会了，可是要杀头的。哎，这不天气慢慢转凉了吗？内侍省让我送点木炭过来。哎，对了，听孟福说皇后娘娘要挟你，要把你给太上皇陪葬，你到底有什么打算？我也不知道，船到桥头自然直吧。孟凡啊，有的时候在宫里自私一点，没有人会怪你的。我知道。我也很自私，我不想死，我也会想尽办法保命。但是，我不想为了保命而赔上别人的命。我知道你一向很固执，可是万一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候，希望你想想孟福，不要以身冒险。我明白，我还要打扫，你把东西先放那边吧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小马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呀？孟福怕皇后娘娘对你不利，你没有答应孟福，万一太上皇这边有什么异动的话，孟福不能通知娘娘，到时候你们两姐妹就更加不得了了。所以啊，所以你就偷偷跑来这里，看看太上皇有什么秘密，然后你好回去，让孟福对皇后娘娘有所交代。孟凡，孟福这样做也是为了你啊。这不是石经金光藏景陆行神经吗？这是本道书啊，我还以为有什么秘密呢。这是什么书啊？啊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告诉你，鲁公公曾经跟我说过这么一个故事，说春秋的时候，周烈王太子姬晋，他呢遇到了一位仙人，仙人教他的这套
石经金光藏景路行神经，说只要练30年，练成了金丹，便可麒麟跨凤升到天上去，人称升天太子。这个不就是活脱脱的神仙故事吗？两位国公爷，干嘛要收藏这个东西呢？我想，也许他们跟秦始皇的想法是一样的，想成仙吧。哎，每个朝代的皇帝都想长生不老。真没想到，二张这2个妖人也想成仙啊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啊！来人呐！太上皇，太上皇怎么了？奴婢来了。太上皇，怎么了？朕又听到婴儿的哭声了。上阳宫内冷冷清清，哪来的婴儿啼哭啊？有啊！太上皇，您服了丹药了吗？服了。你为何问这个？太上皇不是跟奴婢说过，太上皇是长生不老的吗？所以奴婢也死不了啊。你想说什么？太上皇为什么会喜欢2位国公爷呢？是因为他们年轻，还是太上皇以为他们可以令你年轻呢？太上皇听过石金金光化形灵丸吗？你看了5郎6郎的遗物啊？奴婢本来以为太上皇是为他们的死而伤心，却原来是为自己在伤心。5郎6郎，你们5郎6郎，你们这么一去，叫朕如何活下去呀？奴婢来帮太上皇。5郎6郎的东西，朕不让别人碰。因为他们死了，就没有人为太上皇去炼制长生不老的丹药。那2个小丑暗中反对朕，值得朕伤心吗？当年如果不是要他们为朕寻找长生药，朕才不会把自己的孙儿和孙婿亲手杀了。你为了长生不老这些个无稽之谈，竟然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孙儿孙婿。朕身边的全都只顾争夺皇位，一个个大器难成。试问，朕100年之后，这大好江山能够交给谁？朕只有长生不老，才能让大周永存。一点牺牲在所难免。什么鬼仙丹？如果真有秦始，那秦始皇早就成为秦始仙了。你不但杀死了自己的孙儿孙婿，还设计你的亲人一起反你，好让你一网打尽。太上皇，我看你就是服用这个东西太多了。你看看你自己，性情也变得如此乖张了。你放肆！你一直痛恨别人骗你，可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骗奴婢。你骗奴婢为你出城传讯，你让奴婢以为替你炼制的是治病丹药，结果却是什么长生不老的丹药。如今太上皇，你连自己都骗了，以为服用这些丹药就可以长生不老，拥有江山。结果呢，身体垮了，江山也垮了，落得如此境地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你懂什么？只要朕长生不老，你皇后那群宵小命长，那么这大周的江山还会回到朕的手上，朕还是一代女皇。真的有婴儿的哭声！太上皇，乖啊，不要哭那么大声，万一让人听见了便不得了了啊！奴婢叩见太上皇。你的主子是谁？手
上的是谁家的孩子？奴婢该死，奴婢该死！求太上皇开恩，饶了奴婢和这可怜的孩子吧！你别怕，太上皇还没说处罚你，你只要老实回答就行。不必问了，把他们母子俩交给内侍省杀了。为什么？事情还没有弄清楚呢。还要弄清楚什么？一个宫女在宫城里不甘寂寞，暗通汉子，珠胎暗结，这是常有的事。可是，就算太上皇饶不了奴婢，也请太上皇饶了奴婢这孩子吧。朕杀了你，你的孩子不会记恨，不会找朕报仇吗？既然日后还得杀他，不如眼下干脆一点。朕做事一向干净利落，不如赶尽杀绝，以免后患。你不也淫乱后宫，肆无忌惮吗？你原本为太宗皇帝的才人，后为先帝的昭仪，登基之后蓄养男宠，先有薛怀义、沈南，后有张氏兄弟。如果该死，你比我更该死。朕说过是因为你淫乱后宫吗？你该死是因为你的孩子晚上吵死了，吵得朕睡不好。其实该死的是这个孩子，把他杀了，朕就饶了你。生不死，纵使子女相残，子孙自绝，太上皇你一定八风不倒。纵使一身罪孽，两手血腥，太上皇你也要屹立在这大地上。太上皇啊，你一定要长生不死。你。把他交给内侍省处置，不要让他再烦朕。孟凡，那个婴儿还没有交给内侍省吗？奴婢昨夜在睡觉的时候，也听到了婴儿的哭声。奴婢终于明白，奴婢心中有愧。朕一身罪孽，两手血腥，还未愧疚，你愧疚什么？当然了，区区一个宫女，又怎么能让太上皇您愧疚呢？传闻太上皇当年为了争夺皇后之位，竟然杀死自己的亲生女儿，嫁祸给王皇后。奴婢在想，一直惊扰太上皇的哭声，或许不是那个婴儿吧？你这么讲是什么意思？太上皇，你杀了自己的女儿，而奴婢也杀了那个婴儿。皇后娘娘下令，要将他处死。她要杀他，未免丑事外扬，杀了一了百了。其实有什么好难过的呢？奴婢把那个婴儿送进内侍省，就已经想到会有如此下场。奴婢是送他去死，又没有亲手杀死他，也算是厚道了。
周公公追随皇上皇后多年，如今终于守得云开，当上内侍监了啊！是啊，周公公。是啊是啊，图个晚运，图个晚运。周公公，这个婴儿该如何处置啊？这么小，算他倒霉，依皇后懿旨，把他了结了吧。是。哎呀，奴才叩见太上皇。把这孩子给朕。太上皇，皇后娘娘说要处死这小孩。朕要这个小孩，谁敢阻挠？太上皇，皇后懿旨要把这个。如果那个贱人不服气，让他来找朕。奴才所言句句属实。母皇要护那婴儿，就随他去了。孟夫，你说这老太婆大闹内侍府，你姐姐为什么不预先通报你啊？这件事可能事出突然，姐姐未及通报，不如让奴婢先向姐姐打听一下。废话，事后弥补还有什么意义？这老太婆做事一向都有所图谋，不可能为了救一个无关紧要的婴儿大发慈悲。奴婢叩见皇上、皇后娘娘，太上皇要召见内舍人上官婉儿大人啊。想来朕已经没有抱过小孩20年了。最后的是永泰郡主吧？重润和仙惠，朕对不起他们。说真的，婉儿甚不明白，太上皇就那么喜欢二张吗？甚至可以为了他们而杀了自己的直系子孙。婉儿自14岁入宫，便服侍太上皇。我知道，你可不是一个不分青红皂白的人，就算要杀人，也要清楚所为何事。你是14岁入宫的吗？朕也14岁入宫，于是踏上这条血迹斑斑的成王之道。皇后曾骂过朕，不知杀了多少理性后人。其实朕知道，朕一共杀了93人，亲人23，宗室34，大臣36。这里面还没有算那些受到株连的人。太上皇是在忏悔吗？那便算上婉儿一份吧。这些人的血，婉儿也沾了不少。更何况，到最后，可能还要沾上太上皇你的血。朕没有怪你。婉儿也从来没有埋怨过自己。朕当年召你入宫，就是看中你这一点，没有一般人说的仁义道德。不过，朕最欣赏的，就是你那双大眼睛，和朕刚出生便死的女儿非常相似。安定公主。如今又有一个宫女的眼睛和你很相似，就是那位常陪伴在你身边的孟凡。就是她。这个丫头和我们俩完全不同，她正好怀着朕所讨厌的一般人的仁义道德。可是，你看起来好像挺喜欢她的。
也许朕是老了吧，老的已经没有从前的狠劲儿了。偶然也想做一个老好人。难道你大闹内侍府，就是为了救这个婴儿，并无其他？你也认为朕另有所图？我想，除了婉儿，其他人也会这么想吧。叩见太上皇、上官大人。太上皇、皇上、皇后、项王、梁王、临淄郡王，还有武重训将军，全都在官封门外求见。你带朕把这个孩子送到宫外去，给他找户好人家收养，不要让他知道他娘的事，让他好好过活吧。是。还有，婉儿，望你念在我们俩的一点情谊份上，你以后帮我好好照顾这个丫头。如有需要，婉儿一定会尽力而为。传朕口谕，要见朕的，到通天宫。奴婢遵命。我若迎上高山，高山醉着俯首沉默花，天再高地再大，一颗女人心全装下。我若踏上火海，火海枯竭，万物又发芽，星空转风华，尽是女人天下。生杀予夺，乃天子之权。朕曾经翻手可杀万民，覆手可救苍生，这便是大权。只要大权在握，朕即天下。当年朕在这里开创大周，今天朕也要在这里做个了断。启禀太上皇、皇上、皇后、项王、梁王、临淄郡王、武重训将军求见。传。传皇上、皇后、项王、梁王、临淄郡王、武重训将军觐见。太上皇，你不在观风殿好好歇着，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？这要是受了风寒，可就不好说了。皇儿，重润先惠死了多久了？4年了。
4年了吗？那为何还不给他们追封家世，承认是你长子皇太孙，便追封德太子吧？先会追封公主，2人号墓为陵。可是历来只有帝皇墓地才可以称陵。母皇，哎，他们该有的，他们实在是太年轻了。3嗣的侄儿延基，还有那个令月的丈夫薛绍，他们都死得冤。还有淡儿，显儿啊，你便替朕给他们好好补偿吧。儿臣遵旨。我说你又想耍什么花招啊？啊？飞骑大将军到！你不是说已经派人去监视他了吗？怎么他进了宫城，你却全然不知？传。传飞骑大将军。真是没有想到，看来皇祖母的手段还真是不可小觑。末将叩见皇上。朕知你一向忠心，交托于你的事从无耽误。如今，朕要交托你最后一件事，你可办到？纵使末将粉身碎骨，也定会完成使命。好，兵散于府，将归于朝。朕现在命你解散10万兵马，回朝辅助新主。皇上在那儿。末将叩见皇上。免礼。谢皇上。谢母皇。他日，朕并天之后，给朕去帝号，称则天大圣皇后，与先帝合临。丫头，你每年给朕焚香扫墓，好好打扫一番，知道吗？奴婢一定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让太上皇好好安睡。皇后，朕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孟凡，听到没有啊？好好留在宫中，
做好太上皇交代的事。奴婢遵命。朕倦了，你们都退下吧。皇上万岁！皇上万岁！孟凡，你听见了吗？朕又听到婴儿的声音了。不过，朕这回听到的不是哭声，而是婴儿的笑声。朕这下总算是心安了。那就要问问太上皇，可有亲手杀死自己的女儿？则天大圣皇帝武曌，崩于上阳宫仙居殿，享年82岁。依诏去帝号，谥曰则天大圣皇后。神龙2年5月18日，与高宗合葬于千陵。墓前立无字碑，不刻一字，千秋功罪，留待后人评说。